Hello，大家好，我是麦克斯。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做的菜式是黑金叉烧。那么呢，因为在三藩市这边的话，非常难找到一些就是比较合我胃口的一些广式烧腊了。那么所以呢，我就决定自己在家里做了。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一个做法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大家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可以把这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广式料理给复刻出来。那么我们用到的肉的话呢，今天用到这一个是冻的一些猪肩肉。那么广东的话叫做梅头，梅头。那么就是猪的肩膀的部分的一些肉。那么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油脂纹理分布非常的一个均匀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一个油脂啊各方面就是比较平均。那么所以呢，我们做出来的一个效果也会比较嫩一点。OK，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肉先解冻了，因为不解冻的话，下一步是没有办法进行的。OK，那么现在这两块肉已经解冻完毕了。然后就是我们买肉的时候呢，尽可能就是买一些比较肉色比较深的一些肉。如果那种颜色太白的话呢，第一个吃起来会比较柴，第二个就是说它没有什么肉的一种香味。然后就是这种猪肩肉，就是梅头啊，它就是比较适合烤啊，做叉烧啊这一些，因为它油脂的分布比较多，比较均匀。好，OK，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准备一锅卤水。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一锅卤水呢，是我前几天卤那个鸡腿的时候剩的一个卤水哦。那么我们做这个叉烧呢，就是不用说太多一些很繁复的一些工序，就是不用什么焯水啊。就是然后不用什么腌制过夜啊这些东西，我们就一次性就是直接放到卤水里面煮。那么这个卤水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讲究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家里去一些就是家庭的秘方的一些卤水啊，或者你们当地有一些什么类型的卤水，全部都可以，甚至连白卤水啊什么都可以。就是我们只需要避开一些比较重的一些味道就可以了，比如说辣不要太辣，然后就是说酸味的话，尽量就不要有太多这样子。然后就是它里面放什么香料，那么都是随便的。那么，如果大家对我这个卤水感兴趣的话，那么我往后会出一期，就是教大家怎么用一些家常的一些香料材料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地道的一个广式的一个卤水。OK，然后等这个滚起，就是煮沸腾之后，然后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猪肉放进去煮。现在这个卤水已经煮开了。那么呢，我们煮这个叉烧的话呢，一定要就是煮开了之后再放进去，不然的话，我们的一个就是熟度很难去掌控的。OK，那么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这一个猪肉放进去，直接放进去。OK，好，直接把猪肉放进去。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肉呢，就是它的一个宽度，就是一个厚度，大概就是生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是
4到5公分，就是4到5厘米这样子。那么我们呢，第一次就是先煮3分钟。OK， 现在3分钟过去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它表面已经是熟了的。可是呢，就是你按下去的话呢，它还是里面是夹生的，就是有一种非常软的一种感觉。那么其实它现在是没有熟的，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序就是关火，然后呢盖上我们的锅盖。OK， 盖上锅盖。然后就是让它这样子静置20分钟。OK， 我们20分钟之后再回来看一下它的情况。好，现在静置20分钟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肉里面还稍微的透了一点红色。那么其实这一种红色呢是没有关系的，它是血红蛋白的一种残留，就不是血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怎么看它生还是熟呢？搓一下它，就是整块肉搓一下，我们的感觉就是它没有那种非常软的，就是感觉跟它生的时候那种软趴趴的感觉的话呢，就是已经 OK 的了。那如果说你的肉比较厚，就是比这一个就是生肉状态5cm还要厚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再重复一次那一个把它给煮沸了，然后再静置20分钟这一个过程。然后呢，等它就是说，就是到了这一种熟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就是盖上盖子，然后让它直接在这里自己腌制就 OK 了。好，那么如果说你们所在的地方是比较冷的，就不需要放冰箱了。如果说是在比较热的地方的话呢，那这一个东西你就要放冰箱，然后就是让它腌制过夜。OK， 好，我们明天回来再看一下。OK， 那么现在已经过了一晚上了。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制作一个就是这个黑金叉烧的一个酱料。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味道了，就是来自于这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这一个白砂糖，就是白糖。就是大家如果家里有这一些红色的片糖，那么这一个是更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用白砂糖也可以。那么白糖呢，我们主要呢就是要用来炒这一个糖色了。那么炒糖色可以让就是颜色比较好的附着在那个肉的表面，而且添加一种焦糖的风味。那么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这个柱侯酱。那么这个柱侯酱的话呢，就是黑金叉烧主要的一个味道的基底。那么我们会用一点这一个海鲜酱，海鲜酱去调和一下味道，还有一点点的蚝油。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老抽。那么我们的老抽呢是用来就是让它的颜色更加的黑，就是颜色深一点。那这个要不要都其实不是主要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先去炒糖色。OK， 那么我们炒糖色之前呢，先把这一个酱给先兑了。那么柱侯酱的量稍微多一点。好，这里是1个汤勺的一个量。然后就是蚝油，蚝油的话呢，大概就是半汤匙。
OK， 一点点有那个蚝油的味道就 OK 了。然后就是海鲜酱，海鲜酱也同样就是半个汤匙就 OK 了。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些酱先混合在一起。那么等一下呢，就是炒完糖色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下了。OK，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煮那一个焦糖色。那么我们煮那个焦糖色呢，不需要就是说锅太热的时候下去，就是我们开了火之后，直接就是把这个砂糖倒进去。那么呢，我大概是用到这种茶匙的，就是大概4茶匙的一个量。那这里大概是有10个 gram 的一个砂糖的一个量吧。那么我们下了砂糖之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水。那么就是加一点点的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水呢？因为就是它糖本身的导热性是比较差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加水，然后就是让它慢慢的煮，然后煮到焦化就可以了。然后呢，它糖化开了，变成液态了之后呢，就一直让它在锅上自己煮。那么看到有一点点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放酱那些进去了。好，现在这个焦糖的一个状态就是开始变色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混合好的酱一起兑进去。那么这一个酱的话呢，我是加了一点老抽进去的，就是刚刚调的那一个酱。好，现在我们就加进去了。好，加进去之后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然后把它搅拌均匀。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黑色的。OK， 那么这个酱已经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腌制了1个晚上的叉烧直接丢进去。OK。那么我们的叉烧呢，其实它如果说你泡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生的，就是中间还有一点点的夹生的，也没有所谓。因为我们现在会就是继续去煎一下它，让它上色。那么整个过程完成了之后呢，就是它的熟度会刚刚好。好，我们可以看到大概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一种很漂亮的一种鲜红色。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个焦糖呢？因为焦糖它一个是比较容易复色，第二个就是它炒了糖之后，它这一个酱汁不用加生粉什么的，它的一个粘着性也会非常好，就像现在这一个效果。好，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一个煎的过程，就是它的汁开始慢慢的变少，就是因为它有些水分已经蒸发了，还有就是说有些已经附着到这个肉上面，所以它锅里面的一个酱汁的一个量已经开始变少。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因为它的酱料那些也会产生一个焦糖反应，所以它的颜色呢会变得越来越深。好，现在已经收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了。那么我们呢就不要把它就是做的太干，如果太干的话呢就不好吃。
好，OK，这个样子就大概完成咯。那么如果大家就是不喜欢有一种就是那种焦焦的这种感觉的，就是在刚刚酱料已经挂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可以熄火了。好，然后煎完之后呢，我们就先让它在这冷却一下，因为这个过程的话呢，它会就是说让那个酱料更加的织好的附着在这个肉上面。好，那么我们让它冷却了之后，就过来切开它看一下。好，出锅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挺漂亮的，呵呵。那我们现在切开看一下喽。姜姜。黑金叉燒，希望大家鍾意。